农历12月，抢到这6种花，新的一年钱多到花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咱们今天介绍6种招财花，特别是第4种，看到就赶紧抢。1. 红掌。在风水这个行当里面，有一些植物有代表性，而且是风水大师们常用的改善风水的物件。比如红掌就排在首位，因为红掌代表着大吉大利，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，也寓意新的一年财源滚滚来，是非常值得养的好运花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高级的写字楼、高级的楼盘等等的大厅里面，全是摆着红掌的原因。说到红掌，它也叫火鹤、花烛，是种色彩艳丽的观叶、观花植物。它的叶片宽且大，犹如伸开的手掌。花朵多数是红色，也有一些红掌开粉色、绿色和咖色的花。不但如此，红掌的叶子光亮还有光泽，很显眼，所以绿植圈里面观赏价值很高哦。观赏价值高，寓意招财，所以很多公司和家庭都会在家里养上几盆，放桌上、放窗台、放公司大厅都是不错的选择。2. 鸿运当头。鸿运当头又名果子蔓、锦叶凤梨，它的叶片并不宽，属于修长的类型，并且叶子很柔软。鸿运当头一般开红花或者黄花，且花都长在叶片的顶端，看它的样子多少会让人联想到凤梨。那鸿运当头为什么可以招财呢？因为本身它的名字就吉利，而且还有好运连连、鸿运当头、财富不断的寓意。因此在大别墅等等这样非常值钱的大房子里总能看到它。除此之外，想让鸿运当头一直长红的话，建议每天上午晒太阳，其他时间放在散光的地方，这样养护的话，不但花长红，而且叶片也会更油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温度不要低于10度，平时要少浇水，否则鸿运当头养得不好，就别提它的风水作用了。3. 火棘。火棘在风水里面又是什么说法呢？其实在风水学中，它象征着繁荣、活力，寓意财富多多。提起火棘，是经典永流传的盆景了。它树皮粗糙，枝干虽然弯弯扭扭，但却充满着力量感。不仅如此，火棘的叶片翠绿的像玉石的颜色，而果实却是橙红色，热烈且奔放，看了就让人感到喜气洋洋。在那种财团的家里，大门口的石柱上或者室内的红木家具上，经常能看到火棘的影子。平时养护时需要注意少浇水，然后想要果子更多颜色更红的话，建议露养。刚才说到的这3种花，相对来说买起来并不困难，但接下来介绍的第4种，看到了真的就是要靠抢，因为除了招财，还有镇宅的效果。4. 宝莲花。宝莲花又名宝莲灯，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非常抢手。华夏儿女一听到宝的时候，不自觉的就会喜欢，自然而然的也会想到财富，所以宝莲花也寓意着招财进宝。俗话说宝塔镇河妖，所以古时候宝塔都是用来镇妖怪的，所以宝塔类的物品还有镇宅的效果。宝莲花特别就特别在它的花朵像一个宝塔，不仅形状特别，颜色也喜庆，即使市场价格有点小贵，在春节前这样的特殊时期，很多花市也是买也买不到。如果家里摆上一盆宝莲花，无论在客厅还是书房，都能体现出非凡的品味，豪气的家底。5. 富贵子。富贵子又叫朱砂根，这个植物可不得了，不开花的时候可以欣赏叶子，开花结果了，又是另外一幅美景。它的叶片小还密，翠绿翠绿的，每年到了10月份的时候，慢慢长出果实，红彤彤油汪汪的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春节前后，绿绿的叶红红的果，要是再下点雪，别提多应景了。并且它象征着多子多福，财富不断，是理想的招财花。不过唯一不好的点就是，这种灌木科的植物要养在院子里比较适合。6. 君子兰。说起冬天养花，就不得不提君子兰。冬季正值它开花期，摆在家里别提有多上档次了。独特的株形，肥厚的叶片，鲜艳的花朵，是很多爱读书的人喜欢的盆栽。君子兰的寓意是谦谦君子，吉祥高贵，所以读书人都喜欢，也不难理解了。君子兰的养护需要多说几句，开花的君子兰要少浇水，从孕蕾期开始到整个花期结束，盆土要偏干为宜，
每次浇水时，等盆土表面以下3厘米左右土壤干透后，再等2至3天开始浇水。浇水就要浇透，一定要避免盆内积水。平时也要多晒太阳，最好1周转动1次花盆，保证采光均匀，这样君子兰的颜色才会均匀，才能在整个冬季以及初春都能看到更好看的大红花。养护君子兰时，冻伤是经常发生的，因为低于15度它就受不了了。另外有个传说，君子兰能感知人们的思想，所以君子兰开花了，说明要有好事发生。这6种花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寓意，不仅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，更能在新的一年带来财源滚滚的好运。你家里有没有养这些花卉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花友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